我发现现在有的女生啊，就这辈子她好像没吃过饭似的哈，天天就跟吃饭这件事啊干上了。96年的姑娘哈，说实话长得挺漂亮的，来我这相亲2个多月了，见了好几个男生，但是每一个呢都不到2周，她就继续不了了。我私下底也了解了一下哈，才发现这个姑娘真的很有意思呀。她每次见面都要求男生请她吃大餐，真的不是一般人吃的那种哈，一顿下来都得人均上千的。第一个男生呢，直接就回绝她了啊。这个男生说我不差那顿饭钱，我觉得这么吃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试探我对他的诚意嘛，或者就是试探我花钱大不大方嘛。我讨厌这种被人家试探的感觉。第二个男生呢，确实请他吃了1500块钱的大餐啊。饭后呢，人家就问他愿不愿意做男女朋友，结果这姑娘说哪有吃一顿饭就能做你男女朋友的呀。这个男生后来又请他吃了一次哈，这姑娘呀饭后就小嘴一抹就准备回家了啊，让男生送她一下。结果男生在车里啊就对她亲亲抱抱的，她就狠狠地把男生给推开了啊，得就这么着哈，这个也弹簧了。第3个男生呢，第一次请他吃饭的标准是1000，后来呢逐渐往下降了标准哈。那这个标准一降啊，就惹怒了这个姑娘了。她说刚谈恋爱就这么小气吗？那以后要是结婚了的话，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她说受不了这个哈，这样的男生是不重视自己的。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谈个恋爱就非得吃这样的饭才能感受到一种优越感吗？今天你要吃日料啊，明天你要吃鲍鱼，后天你要吃法餐，然后你谈个恋爱就天天跟这个吃饭干上了，你就这么个吃法呀，1个星期就得吃人家2万多，最后你吃完了还来跟我说男生都没有诚意，还说人家都对你图谋不轨啊，说想睡你，该怎么办？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是家里边没饭吃吗？你以为那些男生怎么想的呀？人家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嘛，那你呢？你付出了啥？他不就得想让你也付出一点啥吗？这种事儿嘛，就是必然的。谁叫你吃人家那么多钱呀？啊，这么漂漂亮亮的姑娘，你说哈，搞得跟个蹭饭党似的，多掉价吧？啊，就说大家来评评理呢。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1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2，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3，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4，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5，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哦！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大龄优质男人在择偶方面就是永远都没有尴尬期吗？不是的，王总今年47了哈，没有结过婚，自有公司，资产也是一个小目标以上的。按说呀，他很好找对象了吧？可是呢，从事实来看，好像也未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哈，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选择，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想结婚啊。可是现在他年龄大了，父母呢也老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家了，并且要尽快生孩子了。可是呢，当他正经想找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却发现哈，现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爱钱的非常多，也很容易找。但是呢，从他们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点的爱的痕迹，基本上呢都不是真心的，更多呢都是套路。
他说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都是想着法儿从他那儿搞钱的，还有呢花着他的钱还给他戴绿帽子的。如果找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呢，40来岁的可能呢真的能爱上他，但是他自己对老女人又不来电。于是他说这可能就是因果轮回报应了。年轻的时候呢辜负了太多的女孩了，现在呢也轮到别人来辜负他了，有意思了吧？所以当一个优质男人过了45岁以后优质男人他的这个择偶峰值就开始断崖式的下滑。如果过了50岁基本上就为零了。可能有些人听我这么说不服气，你想反驳我可以到评论区说道，但是你且听我把话说完有句话说嘛，男人至死是少年，所以他们永远喜欢那些18岁年轻漂亮的女人。当他们自身很优秀的时候呢，40岁之前基本上可以任意挑选女人，也可以得到很多女人真心的爱慕。但是当他们过了45岁以后可能除了他手里那几个钱还能吸引小女孩之外，不得不承认，在年轻漂亮女人眼里，你已经老了生理上的吸引它是不会有了的。你们服不服气呢？来，咱们可以到评论区喷两句。最近有位粉丝问我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单位里的姑娘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就这么大了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就会说我抠门没给他夹菜就说我不够体贴，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3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
有些大龄剩女啊，真的是古怪到家了，真的不是我非要说你们，我对你们也绝对没有偏见的。我呢是做红娘的啊，我巴不得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择偶观，有正确的婚恋观。可是在我工作中啊，大量的遇到大龄剩女，真的没有几个不带点这个那个的问题。就你们自己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啊？首先啊，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你就别太挑了，对不对？哎，你偏不，你来找个对象啊，列出几十条要求，什么奇葩条件都有。比如说，你觉得男生一年挣50万，还只是一个基本生活水平，那我就不太懂了啊。你一年才挣10来万，我也没见你去讨饭呀，那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比如说，你觉得男生啊，一套房子不够，必须得有2套房，因为以后父母来住在一起不习惯。哎，那你是不是没有概念呀？啊，北京的房价你是觉得太便宜了吗？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啊就得主动付出，就得拿出诚意来，那你的诚意又在哪里？不花钱或者少花钱，那就叫男生想白嫖你。那按照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多花点钱就可以嫖你了？关键的是啊，人家啊可能花了很多钱，诚意也到位了，你呢也不一定会跟人家在一起。说不合适的时候，你1分钱也不会退给人家，对不对？说起来啊，就是男生自己主动给你花的啊，又没有人逼他。我就觉得啊，你们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啊，但是商品它还有保质期呢，你都过了保质期了，好不好？这句话不管男女啊都一样适用的。这个就是现实世界，你都给自己定价了，就不要怪别人啊把你当做物品。你还天天的警告人家，哎呀我自己很慢热，要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还有啊动不动啊婚后钱要给你管，你那是真的想管钱吗？我看啊你只不过是真的想花钱。你说你爸都是上交工资卡的，那我就问你，你有你妈的那一份勤俭持家的本事吗？就这样的思想观念啊，找个对象还要提出800条要求，我看啊这个地球上啊都没有配得上你的男人，你就别找了，自己单着挺好，你说是不是？最近有个事啊，我跟大家念叨，在相亲的时候啊，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你就先别喷了啊，听我说完。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这不啊，前几天刚领证领完的一对啊，给我来报喜，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也嫁得很好。就半年前啊，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僧多肉少，优秀的男生少啊，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话说啊，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啊，在银行工作，硕士学历，北京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0的个，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香饽饽了，所以2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啊能有发展。男生呢对这2个女孩长相啊他都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啊有点分不出伯仲，所以呢他觉得跟这2个女孩啊要不就先多接触，了解一下性格再定。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啊，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他说那个女生啊明显就是慢热型，发个信息啊很久才会回复，约他出来约了2、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平时聊天话很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连1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啊，也给他送过小礼物啊，那女孩啊也欣然接受，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个男生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啊，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会给男生做烘焙，做小饼干，做糕点，带着约会的时候2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看到了就会回。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男生请她吃饭，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男人请她看个电影，她也会买好奶茶。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男生送她回家，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啊！结果你们都知道吗？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说
没有，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如果是你，评论区说说啊，你会选哪位？最近啊有2个事儿啊，你们来评评理，到底是男生的错呢，还是女生的错？一个女生呢应邀参加男生的一个饭局啊，晚上啊她喝多了，男生就开着车带着女生往自己的家里去。女生呢有点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情况，下车之后看见男生把自己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酒忽然也醒了一半了。男生就说这是我家，你要不要上去看看或者坐一会儿？女生居然同意了，也跟男生也上了楼。于是啊，女生还在男生的家里沐了浴更了衣。男生说要不今天你就住这儿吧，你睡卧室，我呢睡客厅的沙发。可是到了后半夜，男生就开始敲女生的门，女生不开，2个人便争吵了起来。男生怕吵到了邻居，就叫了辆车呢，把女孩送回家了。但是女孩可没有善罢甘休，第2天她就跟所有认识他们的朋友群发了一篇小作文，说这个男生是个臭流氓，没素质。还有另外一件事啊，一对刚相亲认识不久的男女，彼此呢都很有好感，他们想往结婚的方向去交往。由于认识的第2周2个人都要去外地出差，男士啊就邀请女生说你忙完了以后呢去我那个城市找我。于是他们在男士住的大酒店啊餐厅吃了顿饭，饭后呢男士就邀请女生去他的房间坐坐，女生没有答应，男士被拒绝了，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就甩了一句说那一会儿啊我就回北京了，你呢就自己安排吧。然后就把这个女生啊一个人扔在了酒店餐厅里。你们说说这2件事到底是谁对谁错呢？今天这个事儿吧，又差点没把我给气炸了。88年的女人啊，离异的，没孩子，她呢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非要找一个总经理、董事长这种级别的男人。我也劝了她多次了啊，我让她降低一点标准，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哎，这不都给她见了3个老总级别的人物了吗？第1个还真是看上他了，人家就比较直接，问他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他说这男的呀有病，才见了几次就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太简单粗暴了。然后这位呢直接他就 pass 了。那见了第2位呢，第2位觉得也不错啊，后来呢就约他到家里做了顿饭给他吃，什么都没有对他做，非常尊重他。这不挺好的吗？哎，结果呀这位说这个人太小气了，抠门儿，让我到家里就是为了省一顿饭钱。这种啊我也不感冒，就跟我们说啊赶紧的下一个吧。于是今天啊又给他见了一位老总哈，可惜这一次他的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这位呢直接就跟他说没有看上他，对他根本不感兴趣。这还得了，对于自信爆棚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不会发生的事儿啊。于是呢这就跟捅了马蜂窝是一样的，各种来质问呐，说男士加了他微信为什么要加，没看上还加微信干啥啊？说没看上为什么还要来见面？他的逻辑就是不喜欢大概率就是长相不喜欢，那为什么要见面呀？当时介绍的时候看了照片的，不满意没感觉还过来见面干啥？他其实啊说来说去就是他的颜值已经这么高了，既然同意见面就是看上他了，哎，就是看上他的颜值了，看照片也是能看出来感觉的。他说这些的意思啊就一直是在强调他呢是个美人儿，人家就不能看不上他。如果人家看不上他，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男士的问题。于是我跟他说啊，别说这种级别的男人，就是一个普通一些的男生啊来相亲，他也不可能只看你的颜值一项就能看上你，对吗？人家不需要考量一下你的性格、谈吐、内涵、三观这所有的东西吗？真的啊，有这么幼稚可笑还肤浅的女人，她就觉得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啊，就能 hold 得住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了，哎，谁也不能拒绝她。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呀？这红娘做久了啊，真的是啊，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啊，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啊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
那结婚的话得先给他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他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他，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他，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他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他还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他。我当时听了这话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道德很沦丧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十倍都不止。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居然点赞几十万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那些30-40岁的女人也跟着起哄懊悔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毁三观。这满屏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这些丑恶的灵魂怎么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的。这些丑恶的嘴脸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的这些渣男跟这些渣女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劳而获的人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攻心计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几十万的点赞如此庞大的数量，这种丑恶的势力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